6月10号上午10点40分，在吉林省吉林市的北山公园发生了一场刑事案件有4名美国人被人用刀给捅伤了，躺在了地上那身上都是血，现场的画面非常血腥，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放了因为这些比较血腥的画面只要一用，我们整个节目就会被打上黄标，打上黄标之后呢就没有广告了。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一点，它会经常给我们打上这个年龄限制，也就是说你只有年满18岁才能看这期节目。但问题是我们很多境内的观众翻墙出来他们看我们的节目，他是没有谷歌账户的，他没有谷歌账户，也就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年龄。于是呢，只要这类节目在网上播放，他们就都没有办法看，这损失就比较大了所以呢，这现场血腥的画面，我在拍案里头就不给大家放了。大家如果有兴趣，不怕看这血腥画面的，你去看一下我们那个拍案的新闻特写栏目，我们今天专门剪辑了一期这个吉林4名美国人遇袭的短片，那个短片里头有那现场的画面美国人在中国被人用捅伤，那你想想，这个新闻一出来立刻就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当然，这我说的不对中国媒体实际上是没有权利关注的，他们这个政府命令他关注，他才有权利关注。像这种外国人在中国被袭击，那肯定不是正能量的事情，他是没有权利关注的但是国际媒体确实对这些事情的关注，在第一时间马上就反映了出来Breaking news, details just coming in about an attack on 4 American teachers in China. They were stabbed in a public park. All 4 are believed to work at a college in Iowa. In Jilin City, China. In a statement, the Iowa-based school said instructors were traveling overseas as part of a teaching partnership with a Chinese university when all were injured in a serious incident. 在当天这网上流传了一个协查通报，就当地警方发布的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叫崔大鹏。那天在现场捅人的时候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然后呢又穿了一个黑色的裤子，同时又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他住在吉林市的这个潭下区就希望各地的警方派出所协查这个人呢。什么叫协查通报呢？协查通报其实就是本市范围内警方的一个小的通缉令。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当时在第一现场的时候并没有被人抓住，而是逃离了。但是呢，他可能还没有逃离出本市，所以希望本市范围内的公安局派出所赶紧去抓这个人。他如果是跑到外地去了那可能就会发通缉令了那么这个新闻呢，由于确实袭击的是外国人，影响比较大嘛，所以在6月11号这一天，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那你可以想象，外国媒体的记者一定会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提问。那么大家都知道，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最近人也换了赵立坚走了，然后华春莹呢现在也高升了所以来了一个新的发言人，这个人叫林健。林健呢，应该说在6月11号这一天也是有备而来因为他也可以想得到，那6月11号这一天一定会有人提这个问题，所以那天刚开始的美国的有线电视网的记者马上就提问了。College instructors in China have been attacked in Beishan Park in Jilin, and there were other relatives of the victims who confirmed it. Can you confirm it and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nother related question. This incident happened wh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dvocated mo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last week sent a letter to a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大家可以听一下林健的回答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他说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据了解，6月10日上午，吉林市北华大学4名外教在吉林市北山公园游玩时遇袭，所有的伤员第一时间被送医，并得到妥善救治，均无生命危险。警方初步判断此案系偶发事件，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开展中美人文交流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得到两国各界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方一直采取有效措施，并将继续
采取相关措施，切实保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有关的偶发案件不会对中美人文交流正常的开展造成影响。当他讲完之后呢，紧接着彭博社的记者就开始提问了。Good afternoon, Bloomberg News.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the incident in Jilin to follow up on the previous questions. Has the Jilin authorities arrested anyone in this case? There's been no statement from the government of Jilin City or the police, and there's been no reporting of this on the media, so it's hard to know actually what's going on. Can you confirm if there's a suspect in custody or not? 第二，现在嫌疑人是否已经得到了拘禁？刚才已经回答了相关的问题。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If there's no one in custody, how do you know this is random? 如果没有受到拘捕的话，那为什么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呢？Speak to the motives of the 吉林 person 政 who 府 did 并没 this. 有表示 If 有 there was actually no 拘 one 禁 who's been arrested 那 so 么 far. Thank you. 这一事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想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说的是警方初步判断。此系偶发事件，相关的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如果你没有抓住的话，那你怎么知道是偶发的呢？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犯罪动机呢？这林健呢就开始顽固左右而言他了啊！他说这个事情啊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紧接着，这美国的记者又开始追问了啊，他就说啊，那这个你说的这个偶发是啥意思啊？是随机性的还是偶然发生的？这个林健呢，其实也又开始又重复了一遍，说这就是偶发，这就是偶发，这就是偶发。总而言之，顽固左右而言他。有意思的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外交部的这个网站啊，在外交部的网站中间只有3个问题，就彭博社的这个问题啊被拿掉了，只保留了3个美国记者提的问题啊。但是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就是还是林健回答的那个内容啊。林健回答的内容啊，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点值得分析啊。就他用的这个偶发其实是一个特别讲究的字眼，为什么呢？他没有用随机性，因为当时现场的记者反应很机敏，就问你这是不是一个随机性的？什么叫随机性？什么叫偶发？随机性就说这个人杀人是随机的，甭管是谁，遇到谁杀谁，对吧？这叫随机性的啊。那不小心碰到你们美国人了，就杀到美国人了，这叫随机性。那么偶发是什么呢？偶发是说这是个偶然事件，但其实这话有点废话。大家想一想，美国人在中国那一共也没几个人嘛，那美国人在中国遇到犯罪分子的概率本来就非常非常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发生针对美国人的犯罪现象，那肯定就是偶然事件嘛。那如果是必然的，那还得了？如果是频繁发生，那还得了吗？但是你可以看到了，就是林健这个话他留有余地。为什么说留有余地呢？他并没有使用随机性。随机性是指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完全没有考虑到他施害的对象是一个外国人这个因素，他没有这个强调这一点，他只是说偶发事件。那也就不排除这个犯罪嫌疑人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针对外国人的。他这个回答完之后，当天啊，胡锡进呢在网上也发了一个帖子。胡锡进当时呢也说，他说这就是一个偶然事件嘛，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嘛，但是我们还是有更多的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维护外国人在华的这一个安全啊，也是一个标准的雕盘的一个贴文。但是这个贴文贴完之后没多久也被删除了。胡锡进雕盘的这帖子被删除啊，那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不希望这件事情啊被中国网民知道。就是这件事情你雕盘我都不希望你雕，这件事情必须低调处理。一般来说只有这种情况下，胡锡进的雕盘文才会被拿掉。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网上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完全没有，然后呢他也上不了新浪微博的热搜。就在这个胡锡进的这个帖子被删完之后不久啊，吉林省的警方啊出来发布了一个警情通报啊。这警情通报里头呢就讲述了，他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崔大鹏啊当天就被抓住了。抓住了之后呢就查了他为什么去捅这几个外国人呢？他说是跟这个外国人呢这发生了碰撞，在这个公园里头啊。于是呢他把这个外国人给捅伤了，还包括现场有一名中国人啊。但是他这个警情通报一发到网上之后，就立刻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那很多人就质疑的第一点是，这个人他拿刀捅的外国人，他带的是管制刀具啊，他为什么去公园逛的时候他要带管制刀具呢？
要知道，在中国对这个管制刀具啊，管制的是非常严的啊。他带刀出去的目的是什么？那就说明他有可能是想捅人嘛，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嘛，对吧？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说他跟这个美国人碰撞啊，这就更可疑了。你想想，我们正常情况下跟人碰撞是吧，可能会有个口角的过程，然后呢，可能打起来，这个人就是碰一下就出来拿刀，这不太符合生活常识啊，对吧？更何况，你要是谁跟你碰撞了，你去捅人的话，你只应该捅这一个人，结果这个人捅了4个人，那这4个人他不可能同时碰撞嘛？那3个人跟他没碰撞呢，他为什么要去捅呢？现场中间还有一个人要拦他的，他把那个中国人也给捅了，那就说明这个人实际上当时要捅多人的这种动机是非常明显的，肯定不是说简单的一个碰撞嘛。紧接着有外媒记者就采访到了这4个受伤的美国人中间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就回忆了当时在现场的情况。实际上那天啊，他们是想到那个吉林啊去看那个松花江上的那个赛龙舟，因为那天是端午节嘛。结果呢现场人太多了，那么这几个美国人呢就挤不进去，最后呢决定就到北山公园去溜达溜达啊。And I turned around to see a man brandishing a knife at me. I didn't immediately realize that that was what was happening. I thought that my coworkers had been pushed, and then I looked down at my shoulder and realized, oh, no, I'm bleeding. I've been stabbed. 那这个美国人的描述的情况跟中国的警方描述之间就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区别啊。推搡这个词大家可以看一下，推搡这个词带有非常大的主动性，也就是说这个美国人看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去跟他这个同事发生身体接触的时候，是一个推搡，一个推搡就结束了。那就是说看起来是推搡，其实不是推搡，是他拿刀直接就过去了，然后到他这划了一刀就走了。而且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个人受伤的部位啊，基本都是胳膊的位置，然后呢，那有一个人是腰的那个位置啊，那就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在现场啊，他其实不是想要跟这个人要使劲的，比如说有仇要去捅他啊，而是就是想划一下就跑，才会划到胳膊这个位置。一开始第一个人可能划的是腰，紧接着其他人他就划了一下胳膊，划完之后他就跑了。说明其实他在现场划的人的时候，或者说用刀去捅别人的时候，就是想赶紧划更多的人，然后逃离现场。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中国警方的这个通报啊，实际上是疑点重重的，既跟这个外国的这个当事人的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个信息对不上，同时呢也不符合常理啊。但不管怎么说啊，我个人觉得就这件事情还是值得来聊一聊的啊。这个新闻发生之后啊，网上有很多人就在讲啊，说这是义和团。为什么说是义和团呢？那你想想，这是针对外国人的袭击嘛，对吧？那是针对外国人杀洋人，也包括我看一下，就是推特上，也包括 YouTube 上的很多那些博主分析都在这么讲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就这个分析啊，可能是有点问题啊，因为我们对一个新闻的归因呢，那你首先要有足够的信息，就现有的这些信息，你要想得出这个人专门是仇视洋人，然后呢去杀洋人，我觉得证据不足。你不能简单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归因啊。那个外国的受伤的那个人呢，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还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他说警方啊就跟这几个受伤的美国人说啊，他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失业了之后呢，那你们这几个人比较倒霉，你碰上他了啊。我个人觉得就这个信息啊可能还比较靠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信息第一没有出现在警方的警情通报里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比较符合这个行为的这个特征。这个人失业了，他要报复社会，嘛，这个过程中间啊，他可能会觉得报复什么样的人会引起较大的轰动。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几年不是很多杀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吗？捅幼儿园的小朋友吗？就前几年啊，那些犯罪嫌疑人多数都是报复社会。但是报复社会的时候，他其实跟这些孩子之间并没有什么这个仇冤。但他为什么要杀孩子呢？就是因为杀孩子会引起社会恐慌，那个力度比较大，然后呢会引起社会大的反响。这是他报复社会的时候他选择的这个杀幼儿园的孩子的一个非常大的动机。
我猜测啊，这个崔大鹏可能也有类似的心理，他自己失业了之后，他想要报复社会啊。那报复社会的时候，怎么能把这动静搞大一点呢？那捅中国人也是捅美国人也是捅，当然他不知道是美国人了啊，他只知道那是外国人。捅外国人的影响力肯定比捅中国人的影响力要大呀！你想，他那天如果就是在吉林这个地方捅了4个中国人，那有国际媒体关注吗？我估计啊不会，因为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在中国，对吧？但是他捅了美国人，那可不得了了，这件事情国际媒体都关注了，所以他捅美国人，在我看来未见得是基于仇美，而是他就是想报复社会啊。希望引起比较大的动静，结果选中了这4个美国人，所以警方跟这4个美国人说：“你们比较倒霉。”可能这句话啊，还真就是有一定的道理啊。综上所述啊，我觉得4名美国人在吉林遇袭的这个事件啊，大概率就是一个随机性的黑天鹅事件啊。但是这个即便是黑天鹅事件啊，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的时候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影响，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这个新闻过程中间，它有可能对哪个方面构成影响呢？在我看来，它极大的可能会对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交流方面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在分析这个话题之前啊，我先来讲一讲这4名美国人为什么会去吉林，他们跟北华大学之间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项目呢？北华大学啊，在中国啊知名度不是特别高啊，它是在2000年左右成立的啊。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中国为了拉动内需呢，就搞这个高等院校的扩招。同时呢，也把很多学校合并在了一起啊。这北华大学就是合并了吉林省啊一些不太好的学校，比如说吉林师范学院呐，什么一个医学院，还有几个专科学校合并在一起，成立了这个北华大学啊。因为成立了北华大学之后，大学的规模起来了，名头也较大了。在中国的这2000年左右的时间啊，在全国范围内不约而同的成立了好几所啊带华字头的，除了有北华大学以外，还有东华大学，还有南华大学，还有西华大学，都是通过这种院校合并的方式成立的啊。但是那个水平都不怎么样啊，唯独没有中华大学。我猜啊，这中华大学要成立的时候，可能太容易被人误以为是985、211了啊，所以没有批准成立中华大学啊。这北华大学啊，在2017年的时候，跟美国啊这康奈尔学院啊合作，搞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就是在北华大学招生，招那个计算机和信息专业的学生，每年计划是招收120名学生，然后呢有2个学校合作共同办学嘛。但是这个办学项目我查了一下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它的学费首先是比较高，23000块钱一年。这北华大学啊，一年正常的学费呢，也就是5000块钱左右，4倍的价格。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分数线啊，它比二本学校只高一点点。所以呢，它一般来讲，这种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啊，都是比这个学校正常录取的这个学生的分数线要略低一些啊。这就是这种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模式啊。我去教育部的网站去查了一下啊，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中国教育部的网站是有备案的。这里我要介绍一个背景啊，就前些年啊，就中国的高校啊，这个资金不太好的时候啊，八仙过海赚钱嘛，搞了很多这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当时有的时候搞得很乱，就有些这个中国的大学就跟国外的野鸡大学合作啊，然后呢就搞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很贵的学费。同时呢，更严重的是啊，他们不通过正常的招生途径去招生，他比如说单独搞一个招生途径，可能分数非常低，甚至可能你交钱就可以上。所以后来教育部就来规范这些中外办学项目啊。所以第一，你必须到教育部来备案；第二呢，你这个收的学费呢，必须有当地的物价部门来核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得教育部去批准。那我查了一下呢，这教育部的网站上的确是有这个北华大学跟康奈尔学院的这个备案。但我查了一下这个备案信息，我发现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啊，它其实只有北华大学自己学校的学位证，康奈尔学院实际上是不给他发毕业证，也不给他发学位证的啊。康奈尔学院实际上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不入流的学校啊，因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大名鼎鼎是藤校，但康奈尔学院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私立学校啊，所以可能双方也是各有所图吧，也就一拍即合搞了这么一个学校。但即便如此，康奈尔学院都不给这个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发学位，那你就知道
这个所谓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多水了。你要知道，中国现在啊有不少好的大学啊也搞中外合作项目啊，但是人家中外合作的项目多数情况下是2个学校同时发学位的。你比如说武汉大学，它的城市设计学院里面，它就有一个建筑系，这建筑系啊就是跟英国的海迪大学啊联合办学的。那它采用的就是2+2的模式啊，前2年在武汉大学上学，后2年在英国上学，最后呢是2个学校都给他发毕业证。中国农业大学跟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记住啊，康奈尔大学不是康奈尔学院，合作办了一个专业，就是食品学院里面啊。那这个呢，其实最后他发的这个毕业证里头，也是2个大学同时给他发学位证，那这个含金量就高了啊。那很多甚至是全英文授课啊，课程完全采用国外的模式。但是北华大学的这个中外合作项目就水多了，它这里头课程中间，康奈尔学院一共只需要教13门课，而且教的这个课程都是一些基础课。我看了一下，教什么线性代数啊什么之类的啊，还有实验课。你想实验课，你让这个康奈尔学院的老师到这来上，这有什么意义啊？然后呢，更何况所有的这些康奈尔学院的这些老师到这来上课啊，一共只2周的时间，也就是这2周的时间集中在这给你们上一下课，然后就走了。那你想想，这些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间能有什么这个机会体验这个康奈尔学院的这个教学方式吗？所以说到底，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北华大学啊，通过这种方式希望多收点学费的这么一个中外办学项目。然后呢，可能这个过程中间也要给康奈尔学院一笔钱，而康奈尔学院的这些老师呢，也是抱着旅游的心态到这来上课的。所以你看这4名老师上课之余，然后要去旅游吗？要去到当地去转一转吗？没想到6月10号这一天转到了北山公园，遇到了崔大鹏，于是发生了这场新闻啊。说完前面这个故事，我们就要讲一讲为什么这个黑天鹅的事件会对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中美这2个国家最近几年啊关系冰封啊，这个政治方面冲突日渐激烈，在经贸方面呢冲突也非常激烈啊。它同时也延伸到了文化和人员交流这个领域。按理说啊，文化和人文交流啊是不太受政治方面的影响的，但是中美之间情况其实也受影响。我给大家讲几个数据啊。美国在中国的留学生在2015年的时候达到过顶峰，有1.5万人。那么到2019年的时候还有1.1万人，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是多少人呢？只有350人。350人，大家可以想一想，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数据啊。据《纽约时报》自己讲啊，他说现在有很多美国的学校，即便是让美国人学中文，都选择把这些学生送到台湾，也不是送到中国大陆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跌到了这种程度，你就更不用说那些高级的文化交流项目了啊。那么反过来，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啊，数字也在大幅下跌。最高的时候啊，1年有36万人，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1年29万。虽然数字绝对额还是比较高啊，但你可以看到也是一个下降通道。那么与此同时呢，在2000年的时候啊，川普总统停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叫富布赖特中国项目啊。这个项目停了，其实对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富布赖特项目啊，在文化交流界大家都是大名鼎鼎啊，是个旗舰型的项目啊。它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它起源于这2战时期啊。2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在全世界有很多资产要处理啊，要卖。结果这个时候，美国有个参议员叫富布赖特，他就提出来，他说把这些资产处理完之后啊，咱们呢也别运回美国了，就成立一个基金会，让当地这些国家跟美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给他一些资助。后来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就叫赖布福特项目。这个赖布福特项目啊，通过法案之后啊，签署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那么，于是中华民国政府啊，就跟美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这个呢，项目呢就给提供一些资助。1979年啊，中美之间建交啊，这项目啊就重新回到了中国大陆。这个赖布福特项目啊，在中国大陆主要资助3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一个叫语言教学的助教项目，这个比较简单，就是中国人教美国人中文，或者美国人教中国人英语，就这2个项目。第2个方面呢，就是高级访问学者项目，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它是每年在中国选了127所学校，这127所学校是中国的教育部跟美国驻华使馆共同审核通过的啊。然后你这些学校里的2个部分的人可以申请，一个是副教授以上的学者，再一个是在读的博士生，你可以申请这个高级访问学者项目，资助你到美国学习1年。你到美国之后，你可以选美国的课，然后呢，你去参与美国的这个大学教育过程中间所有的课程。那这个呢，对中美文化交流之间就产生非常大的作用啊。第3个项目就是博士论文项目，就是你这个博士论文如果选的是中美之间研究的，那也有可能申请这个赖布福特项目。这个赖布福特项目啊，在过去的几十年啊，应该说中美的关系起起伏伏啊，都没有受影响。就是在89年的时候，中美关系冰封的时候，这个赖布福特项目依然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2000年的时候，川普把它暂停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所以你就知道，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现在已经跌到了谷底。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去年习近平到了西雅图，他就宣布了一个项目。他说啊，中国宣布啊，未来5年要邀请5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访问。言下之意，中国现在是急于想恢复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那么这5万人5年的项目在中国是怎么推进的呢？它推进呢是通过了2个机构进行推进的，一个是对外友协，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香港有一个中美交流基金会，这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理事长就是董建华，包括那凤凰卫视的那前任的台长刘长热也是那理事啊。那这些钱都是中国政府给的了。我看了一下，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就邀请一些美国在校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啊，到中国进行一些短期访问。当然可能也是参观中国这个大好河山，然后那个祖国建设的成就啊。那你就可以看到了，这就是中国现在极力想要恢复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内容。中国也希望通过释出这样的善意啊，然后呢，让美国也逐渐恢复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但是你想想，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这4名美国人在中国遇袭事件。那这个事情啊，对美国来说那就非常大的挑战啊。事情发生当天，美国驻华大使就发了一个推特，说对这个事情严重关切。然后6月10号、6月11号这2天都派了这个自己的领事馆的人呢，到医院里去看了这个受伤的美国人，然后要表示要协助他们尽快的返回美国。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家的安全委员会的头也专门发了推特他说对这件事情也是严重忧虑啊。那你想想，中美之间的人员交流和文化交流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它可以尽量少关心中美之间的政治冲突，但最起码有一点就是人员交往它必须得有一个氛围，得有一个安全的前提。假如说美国人到了中国之后他不安全，容易被袭击，那你想想，那你的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交流肯定要蒙上一层阴影肯定要大受影响我都不知道这个康奈尔学院的项目跟这个北华大学的这个合作项目还能不能成功的继续了。但至少有一点，在我看来大量的未来还没有发生的这些人员交往的项目都会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从这个你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林健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反复强调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交流，因为正是受影响了，他才会说不会影响。如果没有受影响的话，他不需要强调这一点了。说到底中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文化交流它还是受到一个大的背景的影响。如果中美之间大的关系改善了，说句心里话，这样的一个黑天鹅事件不会发生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中美之间现在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了，那么一个小的黑天鹅事件就有可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可能是今天中美关系背景下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参照系吧。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此案系偶发事件，目前正在进入调查中。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有关的偶发案件不会对中美人文交流正常的开展造成影响。